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说三崎 Yamazaki。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日本威士忌。因为日本威士忌呢，其实在这10年下来吧，它的威士忌价格呢，其实都翻了很多倍的。那我自己本身呢，因为以前在一家叫做 Beam Global 的公司工作的 ，Beam Global 呢，就是今天的叫做 Suntory Beam 公司的前身。你没说啊？就那时候是 Beam Global，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公司是没有推销这个三得利公司的旗下的威士忌的。直到我工作了第2年吧，那三得利当时旗下公司就是有3大主打系列，第一就是三崎 Yamazaki， 第二个就是叫做白州 Hakusho， 还有第3个是叫做响，也就是 Hibiki。那我自己呢也很有幸的能够见证三得利旗下这3个系列的酒呢，如何是从无人问津到现在在全球呢是一瓶难求的。那今天就想，还没买。我以前有喝很多，但现在是喝不起。应该不是买不起，应该是不舍得吧？都有，这些因素都有。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到底日本威士忌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能够让他们在短短的100年就站上了世界的舞台，而且呢，现在是可以说是最难买得到的一个威士忌吧，除了Sullivan-Cough之外。但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原因吗？有类似的原因都在那边。基本上来说呢，我们都会认为苏格兰这个地方呢才是威士忌的开源地。以前呢，日本呢是完全没有威士忌的，直到苏格兰的威士忌呢开始流入到了这个日本国家，然后日本人喝了之后就很喜欢这个威士忌嘛。然后在1916年的时候呢，当时呢日本有一位叫做竹贺正孝的人。那他其实他家里呢是做清酒出身的，但是呢他本身呢就非常喜欢威士忌，所以呢他就在1916年的时候呢乘上一个船，然后去苏格兰那边拜师学艺，去学习这些苏格兰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去酿出威士忌的。那竹贺正孝呢后来就学成了所有的功夫嘛。那竹贺正孝回到日本之后呢，他就被另外一位超级的威士忌粉丝，他名字叫做鸟井幸治郎呢所赏识。那鸟井幸治郎呢，就是今天日本三得利集团的创办人。那鸟井幸治郎呢，就找上了竹贺，然后就说：“哎，我出钱给你，然后呢，你就专门去用你的那一套方法来帮我做出属于日本的威士忌。”但竹贺他本身跟鸟井的理念呢，其实有很大的差异的。什么差异？竹贺他就是妥妥的一个工匠人嘛，他就是想把在苏格兰学到的那一门酿威士忌的工艺呢，原版的复制出来。那他就想到，那当然是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想要找一个更能还原苏格兰的地方，那他就觉得应该在北海道那边。那鸟井呢就是一个妥妥的生意人嘛，他就觉得如果我的工厂设置在北海道，然后你把酒酿了出来，我又要把它从北海道运回到东京都这边，就其实是很不方便嘛，然后成本也会很高嘛。那他就是坚决是想要在京都那边去做酒厂，因为更靠近三得利集团公司的家业那边。但它需要很好的水源啊。它是在经济条件容许之下去做一个更适合日本的威士忌，而竹贺他的理念就是完完全全照版煮碗，从苏格兰学到的东西要把它套用在日本身上。工匠啊。对，工匠的精神。但最后因为是鸟井出钱的嘛，那竹贺就妥协，但是他们就从此就结了心结的。哦，所以是竹贺妥协了鸟井，毕竟是金主爸爸。金主啊，对啊，人家有钱了。那鸟井就在经济的逼迫之下呢，逼使竹贺把一些还没有完全熟开的威士忌呢，也就包装起来拿去市场卖。那当时是1929年，然后就出了第一支属于三得利公司的威士忌。那一支威士忌呢，就叫做白榨。但这一支威士忌显然是不被日本人所喜爱的，因为它的质量比起苏格兰威士忌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而竹贺呢，后来也没有再跟鸟井继续的合作下去了，所以2个人因为理念都差太远嘛，所以就属于分道扬镳吧。那竹贺呢，分道扬镳之后呢，他当然就是去了北海道开他想要开的厂。那竹贺呢，他后来的公司呢所出产的威士忌呢，也是现在市场上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威士忌，叫做尼卡。那尼卡这个系列呢，它最有名的那就是叫做羽氏嘛。那其实羽氏就是日本它的工厂的那个地方，所以呢，从此呢，日本的威士忌界呢，就鸟井跟竹贺呢是2大开发威士忌市场的鼻祖。死对头。
死对头，但是也就是属于互相竞争、互相成就对方的。朱赫萨所做出的威士忌呢，其实是更像苏格兰威士忌，但是它比苏格兰威士忌的整个味道更浓、更强烈。而鸟井愿景的威士忌呢，就是要做出一个适合有日本东方人风味的威士忌。他想做出的威士忌是想要更润和、更柔和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喝三得利系列的，像三旗这些的威士忌的话，其实能喝出来它是比较柔顺的，它是比较顺口的。就后来呢，日本呢就经历了世界第2次大战嘛。那当时他们的政府呢是把这些酿酒的酒厂呢都控制了，然后就是要他们做这些威士忌给军队里面的士兵喝。那当然呢，他们就不能去钻研的去做很好质量的威士忌，甚至在战败之后呢，就当时的政府呢就是要求这些酒厂呢去酿出一些3级的威士忌。那这些3级的威士忌基本上里面的酒精含度呢就只有5%。但你喝了没感觉，没酒精。对啊，但是那时候的日本因为刚刚战败嘛，其实里面都没钱，很穷的嘛。你做出这么好的质量的威士忌也没人买嘛，所以当时候呢，出于利益之下呢，包括尼卡还有三得利的鸟井呢，他们都是有推出这些廉价的威士忌的。但是奇迹呢，就是后来从1950年开始呢，整个日本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飞速的发展嘛，所以那时候呢，整个威士忌的行业又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人们开始变得有钱了，然后就愿意买这些高质量的威士忌。开始品了。对，那在有了这么样的市场需求之下呢，这个尼卡公司还有三得利公司都能够花更多的钱去不断的钻研，然后推出他们心中所想要的那个威士忌的款式。他们还活着吗？当时还活着的，当时还没有。那在这之后呢，尼卡的威士忌还有三得利威士忌呢，就开始越来越受人所欢迎，因为他们的威士忌也质量越来越好了嘛。直到呢，在1990年初的时候呢，整个日本不是经济泡沫破裂了，所以从那时候起，人们又开始变得没那么有钱了，又不太愿意花高价去买一些高质量的威士忌了。而在当时候呢，其实日本很多的酿酒厂都倒闭，经营不下去了。然后像尼卡还有三得利这2家大公司呢，他们就选择减少产量，而这也就是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呢，埋下了一个大的伏笔了。物以稀为贵，买不到。对。2000年初的时候，整个日本没有太大的需求嘛，而当时日本威士忌还没有被兜售到去全球的。后来尼卡的羽士那个系列呢，是在2008年呢赢了世界最佳单一麦芽威士忌的，就跟瑟雷克赢过的那个奖项一模一样。那从那时候呢，尼卡的威士忌呢开始呢就得到了全世界的人的关注。但这时候呢，三得利呢，他因为真正赢了一个大的奖项嘛，所以我自己呢，在2008-09年在 Beam Global 的公司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是听都没有听过这些三得利牌子的威士忌的。所以当时候，当我开始把三得利的威士忌兜售给我们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些酒吧还有餐馆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当时三得利的定位，它的价格不便宜嘛，就是在当时来说的话，它一瓶是180多马币，相比起当时我们公司的另一个王牌就是麦卡伦，那麦卡伦12年它的售价是马币大概150、160左右，所以中间是差了20-30块马币的。你那时候没有喝出来有分别？好喝？好喝归好喝，但是从经营做生意来说的话，就不太合理了。因为你想看麦卡伦是一个大牌子，价格也更便宜，消费者也更认可这一个牌子，那就变成餐厅老板也觉得那我不需要。但是整个三得利公司呢，还非常的器重跟我们 Beam Global 公司的合作，因为一开始他们是想要搭上 Beam Global 这一个公司呢，来去尝试把日本的威士忌分销到去全球的。那为什么 Beam Global 就允许三得利公司搭上它这条线？我不知道肯定有利益的存在。但重点就是餐厅老板或者酒吧老板，他们试了他们都是觉得，味道是还真是不错。他们就说，那我试一试，帮你推广。为什么你要说这个试一试？后来呢，有一瓶 Sherry Cask 25年的年份的系列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被一位叫做 Jim Murray 的人，在他的每一年出的那一个威士忌圣经那本书那边呢，评为全球最好喝的威士忌。这一项荣誉呢，就彻底的把三得利系列的酒
推上神坛。那就是很可惜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日本因为90年代的时候经济泡沫破裂，所以导致当时产量非常的少。因为呢，这些有年份的系列的酒，就是说它一定要至少在那个木酒的桶里面呢酿了至少12年才能拿出来卖嘛。所以我还很记得我们在15年、16年的时候，那我们当时去日本的时候，看到能够买正规的官方价格的三崎系列，基本上是买不到的。官方价格是1万日元一瓶，但是呢，就根本没有找到1万日元一瓶的当时的三崎2016年限定款。你是高价购，我是需要付1倍的价格，就是2万日元才能买得上。但现在又在翻了呀！就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决定，就包括像不是，而且还有那时候我们在日本的时候，然后我们去了一个比较大的正规的卖酒的商场。跟隔壁有一个也是卖酒的店，他们在隔壁而已。结果隔壁卖了三崎的那个系列，但是他提高了价钱1倍的去卖，然后但是那个大的酒商就那个商场是卖没有的，那估计是我们一直在猜想是不是隔壁的那个小的那个商场把那个大的商场里面所有的三崎的那个酒全买下来，然后在隔壁卖了1倍的价格。那三得利公司呢，在2014年的时候是反手花了160亿美金去收购了 Beam Global 公司，所以今天 Beam Global 公司也从 Beam Global 改名为 Suntory Beam 了，从而他们就变成世界第3大的洋酒公司了，是一个日本公司了。像今天来说的话，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还值得去入手三崎或者是白酒或者是响这些酒吗？那其实如果你是想要买来喝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呢性价比不高。那如果你真的是特别好奇它是什么味道的，你可以去一些酒吧点一杯来试一试味道。如果你真喜欢了，你才在花那个钱去买，因为性价比这些是每个人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嘛。但如果大家是想要买来，因为它的投资价值的话，就千万不要买现在没有年份的那些，一定要买那些有年份的，至少因为它能够做到保值的作用。因为市场上12年呢，是首先已经是没有现货，不会再一直出下去，可能直到未来几年三得利才会改变这个政策。也就是说，现在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三期12年是买一瓶少一瓶的。总结下来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喝到什么好的威士忌呢，不妨多买多1瓶去作为收藏。2支，必须得2支。为什么？就多买多2支，就是一共要买3支。为什么呢？1支喝掉了就没了，另外1支还可以收，收了可以高价卖之后。第3支是自己纯粹拿来保藏，就自己至少还有多1支，所以一定是3。